俄乌冲突仍在拉锯。当地时间10号，波兰外交部长表示，北约士兵已经出现在乌克兰。这一爆料引发各界震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就此表示，俄方已掌握在乌克兰的北约相关人员信息。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多个方向占据更有利战线和阵地，击退乌军多次反攻，摧毁乌军包括美制艾布拉姆斯坦克等武器装备和弹药库、燃料库及无人机控制点，打击乌军人员和军事装备集结地以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54次战斗。 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摧毁一套山毛榉 M1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雷达系统。俄乌冲突2周年之际，陆续有欧洲国家对外放话称，西方国家可以向乌克兰派兵。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8号表示，在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并非不可想象，西方应该以不对称升级的方式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来自北约国家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乌克兰，这是继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乌克兰派兵言论后，又一个国家高官扬言支持北约向乌克兰直接派兵。不过，就在同一天，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表示，波兰不会出兵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就此表示，俄方已掌握在乌克兰的北约相关人员信息。 佩斯科夫还表示，谢科尔斯基的言论将直接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可能产生危险后果。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赫洛娃则发表评论称，他们再也无法隐瞒了。上月底，20多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法国首都巴黎就支持乌克兰举行会议。马克龙当时表示，西方国家代表讨论了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议题，尚未达成共识，但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本月初，马克龙又表示，他在俄乌问题上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相关表态一度引爆欧洲舆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时警告说，如果北约派兵乌克兰，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冲突将不可避免。11号，佩斯科夫再次表示，法国企图拼凑起一个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所谓联盟是危险之举。实际上，派兵乌克兰的言论在欧洲内部并未达成一致。 在波兰外长透露北约士兵已在乌克兰境内的同一天，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就紧急接受本国媒体采访，表示法国和波兰不能代表北约发言，北约介入冲突将毁掉外交斡旋之路。实际上，呼吁俄乌双方回到谈判桌仍是各方努力的方向。 8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已准备好主办俄罗斯也会参加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罗马教皇方济各近日在接受瑞士广播公司采访时表态称，支持通过谈判结束俄乌冲突，并表示土耳其是非常适合的中间调解人。Ma credo che è più forte quello che vede la situazione, pensa al popolo e ha il coraggio di la bandiera bianca e negoziare. 11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开展第2轮穿梭外交相关内容提问。汪文斌表示，各方对中方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过去1周多的时间里，李辉特别代表先后访问了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和德国，今天正在法国访问。此轮穿梭外交期间，李辉特代同各方以及瑞士外交部的相关负责人举行会谈，传递信息、凝聚共识，就停火止战、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深入交换意见。各方对中方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汪文斌说，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劝和促谈。我们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愿继续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另一方面，6个多月前，西方承诺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转交 F-16战斗机。然而，据《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飞行员从未在位于罗马尼亚的国际 F-16战斗机培训中心训练过。该报强调，这种拖延表明北约处于混乱状态。与此同时，12名乌克兰飞行员前往丹麦、英国和美国接受相关驾驶训练，但这个数量还不足以拼凑一个完整的飞行中队。
据悉，预计到今年夏天，乌克兰将有机会接收6架 F-16战斗机，但比起西方之前承诺的45架，少得可怜。欧洲对乌克兰的态度出现分歧。